师兄。 大哥，没事吧？杀了他！大哥，让朱玉书这小子就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他了。不过总算帮你把仇报了。大哥，这小子必死无疑了。啊！哎，你说这半天都没找到啊！是，都前后两面了，还是太多人说没就出去啊？是不是意外啊？说说啊，这都一个晚上了。哎，东海来了。季巡长，这都找了一个晚上了，一点音信都没有。东海，他要是真被曾石洛给抓了，那可真是凶多吉少了。曾石洛不是一心想要杀他吗？想嚷嚷什么？ 朱大哥福大命大，找不到不许睡觉，给我继续找！找，走，都去找啊！跟头先生能找着啊！朱巡官，朱巡官，朱巡官。 季巡长，怎么样？国岭村的一个村民说，
他前天晚上听到西凤山那边有打斗声，我就带着几个兄弟们过去看了一下。我们把西凤山搜了个遍，在悬崖下边发现了这个。季军长，不可能，不可能的！朱大和傅大命他不会有事的。季军长，西凤崖那么高，从上面摔下来，恐怕是凶多吉少啊！我不信，我自己去找。季军长，季军长。你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干什么？一定是你们没仔细找，我现在去把他找回来。哎，季军长，季军长，季军长，你冷静点行不行啊？朱巡官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凶多吉少，现在肯定是完了。他没死。小龙，跟上，跟上啊！这个时候也不能再瞒了。小赵，哎，你到县里去一下，把朱巡官遇难的事情向上面汇报一下。是。准备点东西，好好布置一下，送朱巡官风风光光的上路。朱大哥，分头行动吧！走，都走吧！哥！县长、局长，朱一书死了。什么？此话当真？千真万确。来警所报信的人刚走，他们说是朱一书被曾石洛追杀到西凤崖，掉崖摔死的。现在他们正忙着办丧事。我知道了，你去吧。是。朱一书死了，他死了，巡官这个位子就空出来了。你去大丰镇把这件事处理一下，我再下令。那么东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丰镇的巡官，我的心愿也就了了。县长，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朱一书是不是真的死了还不确定，我要亲眼看到他的尸体才能行。老程，你说的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件事关系到我儿子东海的前程，所以我得跟你去。大哥，大哥，老杜，你回来了。回来了。祭奠嫂子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咱们走吧。老杜，你说朱一书真的死了吗？大哥，西凤崖那是万丈深渊，按当时那个情况，这小子是必死无疑。只是有一点可惜，没有亲手杀了他，用他的人头去祭奠嫂子。这次去大丰镇，千万要小心行事，不要再出纰漏。玉面飞龙的事已经安排好了，局长您就放心吧。玉面飞龙的事是小，关键是要把货拿回来。朱一书这一死，我们拿货就更容易了。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这次货不能再有闪失了，我们的损失已经够大了。是。你们在干什么？啊！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我哥他妈要死！你们找死吧！都出去！出
出去！这是出去！东海，出去！出去！出去！走！走吧，都出去，都出去。娇娇，我答应过你，成亲以后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再也不做大结结社之事。我陪着你回你的老家，置上几亩地。我们还可以种几亩地，然后过一点那种悠闲的小日子。盖上几间房。你为我们曾家生几个孩子。我特别喜欢桃花，我们干脆在院子门前种几棵桃树吧。我给你在窗前院后种满了桃花树，等桃花开的时候，去折3、5枝桃花，插在花瓶里，到时候往屋子里一放，特别的香。我答应你，成亲以后，我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好的，石头哥，我等着和你一起过男耕女织的小日子。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你知道吗？娇娇，我特别的想你，想你头上的桂花味儿，想和你挨着在一起说话。可是你现在孤单的躺在那里，我怎么能够原谅我自己？老三，你看，朱一书，他居然没死。这小子命也太大了吧！师傅说你命大，果然没错。可能是我命不该绝。师兄，那天嫂子的事儿够了，我不想听你做任何解释。东海呀，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胡闹下去呀。朱巡官不在了，你现在要想的是如何继承他的遗志。你这么胡闹，对得起朱巡官吗？失去这么好的一位同仁，
那是雁门县无可弥补的损失啊。但是孩子啊，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如果你一直沉湎于痛苦之中，那朱巡官的在天之灵也是无法安心的。朱巡官殉职了，但他至死都是一个好警察，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东海呀，你与其在这里痛苦悲伤，还不如发愤图强，以朱巡官为榜样，立志为民，多做点有用的事情，造福一方。师兄，你我弟兄之间，真的要这样吗？师兄，你这是干什么？师父说过，磕一个头，大过磕3个头的礼。周一说，娇娇是你埋的，碑是你立的，这些原本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你都替我做了，这个礼你该受。师兄，你我就在娇娇坟前做个了断吧。拿命来！呀！大哥，这是什么打法？他这是要跟朱一书同归于尽的。师兄，你从来都不做损阴德的事情，从小就对我那么好，为什么会这样？我好心待你，就恩将仇报，杀了我的爱妻。师兄，我师兄弟一场，这么多年一直对我很好，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吗？你杀娇娇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大哥，我在下面碰到朱一书了，听他的意思，上面给他下了命令，要他1个月之内必须抓到你。 1个月，让他来，我一定要跟他分个你死我活。既然他朱一书把咱们往死里逼，那咱们可得想个对策。对什么策？今天晚上就去杀了朱一书。咱们这么多兄弟，还杀不了他朱一书啊？杀了他，好替嫂子报仇。是啊，是啊，大哥，仇一定要报，
但是我不想连累兄弟们。大哥的仇，也就是我们的仇，早点了了这件事，咱们好重振天王谷。现在可是个机会啊，大哥！等他们有了防备，再想杀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珍珠，别闹了。朱大哥，你怎么知道是我啊？我能不知道是你吗？在这个点儿，谁还敢偷袭堂堂大丰镇警所的巡官啊？没意思。你呀，啊，你明天早上不是还得放羊吗？早点回去吧，啊，回去吧。珍珠，你怎么又回来了？珍珠，别闹了啊！师兄，你还有脸叫我师兄？朱一叔，你我之间这笔账，今天晚上一定要做了断。师兄，你听我解释啊！你去跟阎王爷解释吧。大哥，动手吧，杀了他！想杀我朱大哥，得先过我这一关。什么声音？大虎，大虎！师兄，大虎，快点，快！我们走。是，走。怎么了？曾石洛，啊！追！追！撤！
快点下，把他放在炕上，快点，快，去拿药，快点！好，大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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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后事吧。大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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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虎！大虎兄弟，你因为我个人的事情殡葬于此，你是个好兄弟，可我不是个好大哥。大哥，兄弟，对不起了。大哥，这事儿不能怪你，是我失手才误伤了大虎，怪我。回来的路上，我已经想清楚了。从今天开始，我和朱一书之间的恩怨，就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谁也不许插手。大哥，这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天王谷所有弟兄的事儿。是啊，大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行了，就这么定了。大哥，大哥，哥，昨晚你为什么拦着我，不让我开枪啊？我们的任务是抓捕曾世洛，而不是击毙他。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准备，这样贸然追上去，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可是，以后想要抓住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怎么向上面交代呀？曾世洛这次死了一个兄弟，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只要他一露面，就是我们对他实施抓捕的时候。你头怎么那么烫啊？是不是生病了？来人呐！有人生病了！你别喊了，咱们现在是嫌疑犯，他们怎么可能管咱们呢？嫌疑犯怎么了？嫌疑犯不是人啊！病了也得治吧？怎么样？不行，我得想想办法。你先休息一下啊。看他病得挺厉害的，小龙，赶紧找个大夫过来。哦，好。说吧，有什么线索？告诉你，能有什么好处啊？你想要什么好处？当然是放我们出去了。待着吧。哎，别走啊！哎呀，这做生意它还有个讨价还价嘛。你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再商量嘛。那就得看你这个线索值不值钱了。我呢，听到苏日格跟他的管家说，如果要跟焦爷做生意的话，那就一定不可以马虎。这个线索值不值钱啊？值那么一点吧。还有吗？没有了。想起来以后再告诉我吧。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啊？喂！慢点啊！来，谢谢。
这批货马上要送出去，路上少惹麻烦，安全把货送到，不能耽误交货的时间。另外，我告诉你，玉面飞龙把货弄丢了，已经被我毙了。你要是把事办砸了，我也一样弄死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孙子，怎么又是你啊？上次的罪还没受够是吧？今天要么你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兄弟们，给我上，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长3只眼，给我打！打！我使劲打，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来找爷的麻烦，使劲打！周巡官，这边没事儿，走吧。打死你！你这个王八蛋！你今天要是弄不死我，改天我一定弄死你！哟呵，嘴还硬上了啊！你以为爷真不敢弄死你？兄弟们，别让人把咱们敲扁了，往死里打！打死了是我的！没什么问题。好，走吧。走，看看去。撤！行了，别打了。爷今天有事儿，没时间陪你玩。兄弟们，走了，走。王八蛋！你放开我！你找死啊！让你揍死你！干什么？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聚众斗殴，没人管你们了是吗？不是，警官，我们是正经生意人。这个小子拿刀拦路抢劫，你们看吗？哎，把我兄弟都打成啥样了？我们没办法，正当防卫。拦路抢劫？啊？他一个人能抢你们这么多人护卫的车队吗？啊？放屁！他们全都是走私犯。走私犯？哎，警官，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啊！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哎，您看，啊，这儿有我们送货的单子，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宋国华。他们说是做正经生意的，人家这是证据。你既然说他们是走私犯，得拿出你的证据来啊！我的证据？我们家以前开了一家丝绸商行，他带人去我家里，要我爹娘买他的货。他们的货很便宜，可我爹娘知道这些都是走私货，知道这是犯法的，就没有答应。到了晚上，这帮人，这帮王八蛋，就放火烧了我们家的铺子。我爹娘没来得及跑出来，活活给他们烧死了。哎，警官，您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啊，谁能证明是我放火烧了他们家铺子？再说了，我就是个小生意人，怎么敢杀人放火呢？你个王八蛋！哎，警官，你看见了吧？啊！好，既然他说他的，你说你的，
你们都各执一词，那只有一个方法能解决：开箱验货。是。警官，警官，我这车货呀是南方运来的水产，它容易坏。您要是打开了，万一坏了，这算谁的呀？啊！再说了，我回去也不好交代呀，是吧？哎，您啊，就高抬贵手，放我一把啊！哎，来，哎，感激不尽啊！把这个收好了。开箱验货。是。哎，警官，你。周警官，里面就是枪，抓住他们！是。上！玩呢？都别动！小龙，老实点儿。哥，别动，绑好，给我追，别让他们跑了。是，走，走。别动！兄弟，你怎么样了，兄弟？兄弟！快，走！二哥，把枪拿来！疯子，去拿枪！你绕到那边去拿，快点！小赵，坚持住啊！小赵，坚持住啊，小赵！废物！你就是个废物！局长息怒，属下也没想到朱一书他会半路出来插一杠子啊！你碰上他不会跑吗？啊！你还跟他动手，你还杀了他2个人，你这不是作死吗？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你当我是吓唬你呢？啊！要不是周传勇给你求情，我马上就毙了你。这个朱一书啊，他诚心跟我过不去。这件事我来想办法。就你一个人跑回来了？是啊，没有其他活口了。啊，这就好办了。
你把所有知情人全都杀了。是，不能留任何线索。再有什么差错的话，神仙也救不了你，明白吗？明白，明白。从明天开始，一定要对这几个地方加大排查力度，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个刀疤脸给我抓住。是。朱巡官，上级只让我们抓曾石洛，可没让我们碰别的。凭什么？县里的狱警死了，玩命抓人；咱们的兄弟死了，就不让我们抓凶手。县里的狱警是人，咱们的兄弟就不是人啊！这样吧，这段时间大家伙辛苦一下，多加点班。抓曾石洛和刀疤脸，现在是我们所里的头等大事，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明天一早，还有小龙和小赵的后事要办，你们大家都回去休息吧。是。给小赵和小龙的安家费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吧，全都安排妥了。可再多的钱也换不回他们的命啊！是啊，干我们这行，随时都有危险。只是这两个兄弟太年轻了，我发誓，一定会抓住杀害他们两个的凶手，肃清黄街商道上的所有坏人。东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来和那些穷凶极恶的坏人斗争吗？又是什么在支撑我们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这一方水土的平安吗？是一种对正义的信仰，是对正义的执着，还有对正义的追求。这就是我们警察的最终任务，也是我们所有兄弟所共有的精神支柱。任重而道远啊！走吧。你怎么来了？还没走啊？快起来！朱巡官，我也想当警察。这事我说了不算，啊，快起来！朱巡官，我也会点功夫，虽然不厉害，但我力气大，好歹能帮上点忙。我不要钱，我就是想跟你们一起抓那些坏人。小伙子，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快起来！你不答应，我不起来。好吧，那这样，你先暂时到警所看看有什么事情能帮忙，然后我再跟县局打声招呼，看看能不能批下来。谢谢朱巡官。走吧。鱼，回来了，启明。来，回来了，启明。哎，回来了，哥。哥，辛苦了啊！我回来了。
启明回来了。哎，来，启明回来了。局长，这次朱一叔恐怕不会轻易的把咱们的货吐出来，钱老板那边催得很紧，恐怕不好交代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区一个朱一叔，他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他破获的案子由我们来接手，有什么不妥吗？上次玉面飞龙的案子已经有过先例了，属下担心。我们是主动替他们分担公务，你别忘了，他们还要限期抓捕曾世洛呢。这是上级对下级的体恤，他们能不领情吗？三哥，咱们这次瞒着大哥下山劫货，回去让大哥知道了，会不会又挨骂？挨骂又怎么样？山寨里那么多兄弟不吃不喝，大哥他不做这种事情，咱们还不能找口饭吃。走，走。停！我为商行走货，路过贵宝地，时间仓促，来不及拜山，还请多多包涵。你们这么多兄弟经过我家门口，总得给我们这帮兄弟留些茶钱吧？好说，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请王当家不要客气。朋友，我们可不是臭要饭的，就这些，还不够这帮兄弟们逛趟窑子呢。王当家，我们只是路过，不想找麻烦，你也别欺人太甚，话不要说得太难听了。别说话就这么难听，怎么了？哥，我不喜欢用枪的人。我也不喜欢用枪的人。习武之人打不过就用枪，真不要脸。说谁不要脸？你他妈说谁不要脸？哥，他敢用枪指着你的光头啊！他必须死。哥说的对，必须死。死人就不会用枪指着你的光头了。哪儿冒出来的丑八怪？撤！撤！哎，哥，你看，那洋人的玩意儿。哎哎你们没事了，可以走了。哼，本大少爷还没丢过这么大的人呢。你想放我？嘿，我今天我还就不走了。好啊，那你们在这儿待一辈子吧。哎，别，谁说不走了？少爷是跟你开玩笑呢，是吧？嗯，我现在就找朱一叔算账去。哼！哎，让开！哎，国华，哎，最近抓到的犯人审得怎么样了？都说了。朱一叔，朱一叔，哟，齐少爷，什么事儿啊？朱巡官，你怎么着？不准备给我们个说法吗？当时我们是依法并合法把你扣押的，现在查清你与走私无关，我依法将你释放，你还想要什么说法？啊，启明，哎，去把他们的东西拿出来。好嘞。朱巡官，我们是清白的生意人，可是，一不小心被你扣上了走私的帽子，你说这以后可怎么办呀？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你说我们大德以后怎么做生意啊？
行了吧，赶紧拿着东西哪来哪去！如果再这么胡搅蛮缠，我告你妨碍公务，我滚，你信不信？季巡长，这么威胁人啊！有本事你关我一辈子，没本事你就把货还给我，要不然我总有办法讨回公道的。随你的便。哎，少爷，还是算了吧，这事儿也怨不着朱巡官，破财消灾。哎呀，哎，少爷，你不给货也行，还钱，8000块。多少钱？没错，8000块。8000块，你把我卖了得了。你不许！哎，你别走啊！8000块，快放开！8000块，还给我！哎，你把钱还给我！你个娘娘腔！你拉着我朱大哥干什么？娘娘腔！你不男不女！你说谁不男不女？你不男不女！你娘娘腔！你不男不女！娘娘腔！你就是娘娘腔！不男不女！你才不男不女！你不男不女！你再说一遍！不男不女！你再说，我抽死你！抽我！我打死你！有本事你就开枪啊！你以为我不敢啊？开啊！试试！你试试！挑你！怎么回事？这是干嘛？干什么呀？动上枪了！拿来！这什么枪？有持枪执照吗？没有，什么执照？哼！河西省政府今年新出台的规定，凡持枪者必须有持枪执照，如持枪者没有持枪执照，一定要受罚，少则15到30天的监禁，多则50块现大洋。你拿来！收了。哪有这样的规定啊？明明就是欺负人嘛！还给我！少爷，算了吧，咱们还是走吧。咱们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老爷早就不放心了。叮当，走，拉着少爷走，快走！来，赶紧走！走吧，少爷。走吧。什么破少爷，死娘娘腔！再让我朱大哥试试！哎，行了，小珍珠，你怎么跑来了？朱大哥，你师兄都欺负我2次了，第一次把我摔晕了，第2次把我当球一样扔出去了。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肯定会笑话我的，我觉得很没面子。什么面子？我刚跟小虎子吹了牛，说咱们大丰镇啊，除了你之外，武功最厉害的人就是我了。哎，你笑什么？你吹牛还不许我笑，我就想。哎，你信不信我打你啊？你说你这么大人了，怎么回事呢？哼！哎，珍珠，这是警所执法机关，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在这儿胡闹啊！回去吧。啊！哎，朱大哥，我还没说完呢。啊，你说。我要拜你为师，你教我武功吧。珍珠，你快起来吧哈！你怎么光长个不长心呢？啊！哎，我要教你武功啊，我还不如教你的羊说话呢。就是光长个不长心。不许笑，你笑什么？好了，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走吧。哎呀，快走吧你！朱大哥，我跟你说真的，你教我武功吧。你瞒着我带着弟兄们下山，在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了？老三也是为了山寨好，最近兄弟们的日子过得挺紧的。他这次碰上2个光头怪人，差点把命都丢了。据那个护卫交代，一共去了2拨人，第一波带头的就是他，虚张声势罢了，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另外2个就厉害了，没怎么出手，对方领头的就死了。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曾石洛的手下，叫贾腾。不过他不足畏惧，这2位，武功十分的厉害，就算是曾石洛亲自去了，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这俩什么人啊？曾石洛都不敢惹。长学问吧，西北双煞。西北双煞。大哥，老三，这次你能回来，算你走运。以后要是再遇到那2个光头，一定要躲得远远的。阎王勾魂还分时辰，那2个人可是比阎王还要狠。放心吧，大哥。
哎，来了，大爷。哎呀，去吧。又漂亮了啊！哎，二哥，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你那位多年不见的师叔在这里面吗？不是，我已经见过了。见过了，我就知道来这儿堵你没错。你下趟山不逛窑子难受是吧？啊，走，跟我走。哎，都来了，你这快走吧就。不是，二哥，快点儿。你说你呀，大哥就烦这个，你不知道啊？他为给嫂子报仇的事儿心里不痛快，你还跑出来逛窑子，这不是给他添堵吗？二哥，我不是这个。乖乖，这么多人，这么多车，二哥，这得是什么手笔？看来真有人投靠官府了。这某和耗子合伙做买卖，胆儿真够大的。现在能赚到钱就行，谁还管这些？别人怎么样我不管，咱们不能这么干，听见没有？哎呀，知道了，二哥。那边人，二哥，在哪儿？局长，何一人留下，其他人给我追！所有人给我追！是，快追！快！快走！快！这边，别他妈跑了！追！快！好。哎呀，不错吧，季巡长？我们家叮当跳得不错吧？好。只要你满意，那就好。哎，叮当，傻站着干什么呀？快给季巡长倒酒啊！啊，季巡长，你怎么不吃菜啊？是不是你不喜欢吃啊？
没有。哎，叮当，快给季巡长夹菜，怎么能让客人自己夹菜呢？哎呀，不用，我自己来，哎，自己来。那就劳烦您自己夹菜了啊。叮当，好，先给季巡长敬个酒，先敬3杯。啊，季巡长。这是出师不利，这我拿你试问。周传勇和季承那是自己人，有事儿你可以找他们。明白。来，敬你。豪爽啊！季巡长，我们草原上有个习惯，喝酒啊得要用大杯子。你等一下啊。季巡长，季巡长，这可是上等的美酒啊，得多喝。季巡长，来走一个。哎，我先干为敬。好。季巡长，来再走一个。哎，好。哎，叮当，这么好喝的酒，你应该让季巡长喝好，你怎么能全喝了呢？好，季巡长喝啊，喝。好，喝。齐少爷，今天这酒啊，我也喝的差不多了，我们俩聊聊正事儿吧。啊，季巡长啊，喝酒来。季巡长，咱们俩喝个交杯酒，来。啊，哎。再喝一个。季巡长，一杯举案齐眉。举案齐什么眉啊？不好意思啊，季巡长，我们家叮当他喝多了。拿着，我没喝多，没喝多。叮当，别喝啊！别喝。他看上我了吗？哎，看上我了吗？齐少爷，我今天喝的也差不多了，你的马多少钱？到时候托人告诉我，我回头带给你啊。告辞了。季巡长，喝了交杯酒要入洞房。哎，告辞了。哎，谢谢啊。季巡长，季巡长，哎呀，季巡长，哎呀，真是丢死人了！哟，饺子来了！哎，干什么啊你们？这是我给朱大哥的。好了，兄弟们都饿了啊！这是我爹让我拿来给你的，你不许骂我。我不是来找你玩，妨碍你办正经事的，是镇长心疼你们，不想让你们饿着肚子抓坏人。哎，你们光顾着吃了，没谢谢人家珍珠姐。谢谢。哎，干嘛呢？吃饺子呢？让！哎，来一个吧。哎，季东海，你不是去吃酒席了吗？怎么没吃饱啊？你都去吃了，你还不吃饱？哎，你回来抢我的算怎么着啊？你再说我跟你急啊！你自己沾了块牛皮糖，你甩不掉，你给我，你什么人呢？你来吧！哎，你不知道那小丫头叮当怎么了？平时挺好的，今天
非把自己画得跟鬼一样，那脸白的跟戏台上的曹操似的，还有那嘴，血盆大口，那衣服扣子开到这儿，那肉都露出来了，这还不算什么，他又是跳舞又是敬酒，那个齐少爷啊，一肚子坏水啊，还没来得及吐呢，叮当把自己灌多了，非得拉着我喝交杯酒进洞房，你看看，入洞房喝交杯酒。哎，哥几个，你说兄弟我是那种见了美女就走不动道的人吗？那不能够，是不是？哎，我跟你说，你还真是这种人。哎，你别占了便宜还卖乖啊！你这都要当新郎官了，咱们应该要喜糖吃啊！是你们喜糖！哎，喜糖！什么喜糖啊？我那是替你受过去了。我告诉你啊，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找别人，别推给我啊！啊，你一出马才能办得到。你是谁呀？啊，那人甩也甩不开，撵也撵不走的啊！您是县长的公子，哎，那是又贵又重，对不对？对，哥，赶紧把他请走吧。再这样下去，不被他气死，也得被他烦死。我有什么办法呀？人家是清清白白的生意人，是不是？人家又没犯法。再说呀，我看还真是很难赶走，只能烧高香，拜托他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自己离开大丰镇就得了。哎，朱大哥，我帮你把他赶走，好不好？哎，行了，你就别给我添乱了啊！没事，给大家送顿饺子。对，这多好。老爷，这朱一叔是块硬骨头，不好啃啊。他来大丰镇上任不过1年有余，就破了很多大案，抓了很多人呐。此人破案是把好手，而且武功极高。曾石洛就是栽在他手上了。不就是个又臭又硬的警察吗？你说我那大侄子，怎么能跟这种人结上梁子了？嗨，贾腾的大哥就是曾石洛。哦，钟好汉来了，这是想给他大哥出头啊！老爷，您得三思啊，这生意不好做。道上想要朱一叔命的人很多，却一直没人能得手，此人很难对付。哎，更何况您……哎呀，肉都吃到肚子里去了，烂都烂了，吐不出来了。大家都听好了啊！这次呢，你们一定要给狼叔把这出戏唱好了。哎，这戏唱好了，我呀每人多给你们发5块大洋，包在我们身上，请好吧你。你看这老刘，杀猪的，往那儿一站，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包管下他个尿裤子。你是干什么的？吹唢呐的。好啊，吹唢呐的嗓门大，这一声吼出去啊，狼都吓哭了。没错，还有我呢。小猴子，咱们这儿有名的刺儿头，谁要招惹上他，麻烦准少不了。行，那今天啊就先到这儿，哪天用你们再打招呼。啊，今天大家就先回吧。走吧。好，走，先回吧。好。老爷，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你瞅这一个个的多有特点呐！咱们这个叫以士气取胜。我是大德贸易公司的少东家，我叫齐疏远，你不给货也行，还钱，8000块。我告诉你，我就赖上你，赖上你了。啊！流氓！你都把人家给看了，人还没嫁人呢，你得负责啊。把我兄弟放了，把家务放下，要不老子杀了他！救命！快拉我上去！别叫了！
你说我这只独狼是不是要开牙了？是。我独狼出道50年，这宝刀跟了我40年。正所谓利刃风声急，他刀刀要见血。您今年这才53，你不会3岁就浪迹江湖吧？这几把刀是去年才让张铁匠打的，连头猪都没杀过，何来刀刀见血呀？哎呦，我说你真扫兴！我自己关上门来吹吹牛不行啊？乐呵乐呵，我告诉你说，这把刀明天可真要杀猪了。我看你这回还是用枪吧。用枪？那不是辱没了我独狼的一世名声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哼，明天我就让那朱一书啊，给我祭刀。哈，五哈，6哈，7哈，8哈，停！大家看，这就叫下盘不稳，往下，往下，再往下，下。哎，我说啊，别落汗呀！哎，行了行了行了，问一下，谁是朱警官？我报案。你怎么确定那个人就是曾世洛？我告诉你，这里是警所，你说话要负责任。真正见过曾世洛的人没有几个，你怎么那么确定是他呢？我进去过。你在县里的大狱里见过他？对。他长什么样？大高个儿，寸头，国字脸，肩宽腿长。他喜欢一个人练功，在狱里他一拳就把那个狱霸给打残了，我亲眼看见的。那这次你是在哪儿见的他？东沟。昨天我去那办事儿，看见曾石洛和一群人在一块空地上吃饭，我没敢吱声。警官，我听说提供他的线索，警所奖励5块大洋，是真的吗？只要我们在东沟抓到他，这5块大洋就是你的。现在还不行。叮当，你说这朱一书会有弱点吗？有吧，他是人又不是神，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弱点啊？不知道。哎，我知道了，他的心很软。小姐，你又打什么鬼主意啊？叮当，快去找件漂亮衣服来，我们去找朱一书。来，下马。那边。东海，走。这边。哥，这阵势不小啊。
但是我怎么觉得有点怪呀？这位先生，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还带着这么多警察，你就是朱一书吧？不错，我正是朱一书。请问阁下是谁？老子就是金刀独狼。嘿嘿嘿，把老子给我去掉了啊！金刀独狼，没听说过吧？这就对了。哎，我可从来不跟你们这些三流货色打交道。京城的燕子李三，湘西的苗王，那都是我的结拜兄弟。哎，新疆的白俄悍匪，还有这口外的草上飞，可都是我的手下败将。你不用记住我，脑袋里不要装这么多东西，沉，不好砍。老鼠威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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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喊的？狼叔威武！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我跟你说啊，你一定得打起精神来，要不然工钱没有了。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哪儿怪了吧？原来跑出来一群虾兵蟹将啊！是不是谁家祖坟没埋好，让你这么个玩意儿给跑出来了？兄弟，你甭说这些废话，我金刀独狼啊，今天就让你们这些人死无葬身之地。我告诉你，你最好让那个幕后的人出来，有些事儿你扛不了。等我提着你的人头啊去交差的时候，你自己去说吧。动手！看锤！哎呀！你说你怎么回事？去！上！看我来无影，去无踪，天下第一刀！哎呀！你给我下去！我说，金什么独狼来着？刀啊，金刀独狼，你就是这样杀人的？我的这些崽儿啊，杀人杀的太多了，兴不起来了。看来我得亲自出刀了。拿刀来。朱一叔，你后悔还来得及。我呀，给你点面子，让你死得体面点啊。行，那我就给你个面子，见识见识你的威风啊！来吧。哎呀！拿刀！啊！拿刀！哎！呀！拿刀！停！服了吧？服了。我什么我就服了？我看不如啊，我这把枪给你用。哎，不行，我这枪啊，在我手里都打不响，估计放你那儿啊，我这枪栓都被你卸了。好了，全都给我拿下！是。追！站住！走！我的宝刀啊！我这金刀独狼的名声就毁在你朱一书的手里，你等着，我回来会取你的性命的！
小心点啊，慢点擦啊。知道了。哎，千万别用水啊，用干毛巾擦，擦干净了以后再用水，知道了吗？哎，好好好，多洗几遍啊。谢谢啊。哎，你这边怎么样了？啊，记住。谁干的呀？太缺德了！干毛巾擦，让我知道啊，非抽下他眼睛不可。别瞎打，这是你该问的。爹，我来。朱巡官，麻烦不？还行吧，我能解决。哎，什么时候咱镇上平安了，你们就不用受这份罪了。我也盼着太平啊。到时候我给你弄2亩地，1群羊，再给你说个媳妇儿，咱们呢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啊。爹，那你准备给朱大哥说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啊？当然是咱镇上最漂亮的姑娘了。奶奶的，我狼叔在道上混了一辈子了，居然栽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手里。哎呦，行了，别在这儿吹了。你就不该接这单生意。早就跟你说朱一叔厉害，你偏不听啊！你看看，惹出麻烦了吧？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知足吧你，你都2年没出这个院子了，想用你这张破嘴就取朱一叔的人头啊？今天能保住这条命，还坐在这儿，这是老天爷有眼。这都赖我那大侄子不厚道，哦，给我扔下1碗面钱，就让我去招惹那阎王。奶奶的，我狼叔也不是随便好让人欺负的。你想怎么着啊？我大侄子不懂事儿，曾老大应该懂事儿吧？起来！干嘛不让我进啊？哎，珍珠，朱大哥在里面谈正事儿呢。什么正事儿？我要走了。走？你不是很希望我走吗？我就不打扰你了。没有没有，不是我，你看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叫什么。从你的装扮上看，你应该是蒙古族人。你不会叫齐疏远吧？我叫齐齐格。什么？齐齐格。他们在里面说什么呢？要不听听？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哭了？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现在家里的生意不好做，我爹的头发愁的都白了，我想帮他多分担一些。这一次，我和老陆来到这边，也就是想能够物色一个好的总护卫。可谁知道，刚到雁门县，我们的货就被你们扣下了。你说我这2件事，总应该做成一件吧？你能做我们家的总护卫吗？我让你为难了。你也知道我是一名警察，我不能做你们家的护卫。
多谢你的好意，啊。我真的没有关系，大不了让阿爸回去打我一顿好了。大哥，非走不可吗？就算您不想在这道上混了，这还是您的家呀。老二，你就在山上带着弟兄们好好干吧。我既然说要走了，就走得干净点儿，留在山上，不利于你们立威啊。哎呀，立什么威啊，大哥？就别婆婆妈妈的了，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兄弟还会再见面的。既然您非要走，那我有个要求，您要是在外面遇上什么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你呀，废话可真多。走了。大哥，外面有人找你。找我？什么人？金刀独狼。金刀独狼，道上是有这么一个人，只是以前没有会过他。大哥，你要是不想见他，我去帮你打发了他。这个独狼是来会我的，你们去了不行。走，会他去。这个朱大哥的事儿啊，他是这个。哎，小姐，你怎么了？咱们走吧，别在这儿招人烦了。哎，你不是说不把货要回来，咱们就不回家吗？那不回家，咱们去哪儿啊？天下那么大，什么地方不可以去啊？走。不是，刚才不是说好了要回家的吗？骗子，大骗子，就知道骗人。小姐才不是骗子呢，她是觉得对不起老爷。走。哎，你看，要不这样吧，你们暂时先别走，就在这儿，兵荒马乱的，你们两个女孩多危险呢。走一步算一步呗，走不，叮当？哎，等等，让开。你又干嘛？你们家的货呀，我帮你想想办法。真的？啊，那太感谢你了。等我拿到货，我请你喝酒。哎，不用啊。哎呀，这酒就算了，我消而不解。这样，你们先回客栈，等有了消息，我去找你。好，先谢谢你了。哎，不用，小事一桩。走吧。哦，慢走啊，不送。不用，小事一桩，什么意思啊？这美人梨花带雨，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你小子受不了是吧？哎，受不了啊！哎，珍珠救命啊！哎，珍珠救我！哎呦，干嘛爱你啊？多管闲事！哎呀，你看见没？珍珠都看不下去了，你多管闲事！我是在帮你呀！你想想，人家为什么老缠着你？为什么呀？喜欢你呗。喜欢我？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我说完最后一句，你再打我。你说。最难消受美人恩呐！你好好想想，小珍珠也喜欢你啊！叫你胡说！我叫你胡说！哎，臭小子，我跟你讲，你这位就是曾老大吧？闻名不如眼见，久仰了。金刀独狼，哎，曾某也久闻你的大名。不过，现在天王谷的老大是杜当家。既然你是第一次上山，还是应该先向杜当家打个招呼。哎呦，不知者不怪啊。杜当家的，您海涵。曾老大，此次特意登门拜访，是有一事相求啊。郎兄啊，坐下再说。哎呀，曾老大还真是有板眼呐，让我老狼算开了眼了。这天王谷不但是气派，
连这娃娃们都懂得规矩。曾老大，狼哥，天王谷地处天险，不是一般人可以上来的。我今天是因为有私事，谈完了我马上就走。我劝狼兄还是有话直说，否则杜当家的可就不客气了。哎呀，怎么人一走茶就凉？这可真是让人寒心呐！曾老大，你可千万不要难受。你我虽然是初次见面，可我喜欢你的性子，痛快。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杜郎，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什么他妈人一走茶就凉？你以为我大哥会在这儿听你胡扯？我告诉你啊，天王谷虽然不如从前了，但宰只狼的能耐还是有的。你有事就说，少他妈废话。好好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侄子，实在是对不住了，咱爷俩第一次做生意，你狼叔就给你砸了盘子，瓢了底。这次我是特意来给你赔不是的。珍珠呢是一个讲道理的好姑娘，所以呢，我准备跟你把话说开了，这样以后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是不是啊？只要你离开我们大风镇，我就跟你讲道理，说别的都没用。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把你绑了送你上路。你笑什么？太好笑了吧，珍珠，我跟你无冤无仇的，我又没得罪你，你为什么非要把我赶走啊？可是你得罪了我朱大哥。这要说得罪，应该是你朱大哥得罪我了吧？就是，他扣了我的货，我不应该找他。这怎么变成我得罪他了？真是。那我不管，反正我朱大哥想让你走，你赖着不走，我就得管。哎，你凭什么呀？凭什么？就凭我这手里的鞭子。哎，你看你，又生气了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女孩子啊，脾气这么火爆，对自己不好，伤身体，真的不好。我独狼啊，在这道上混了这么多年，江湖的规矩我是懂的。这事儿没做成，这钱是不能要的。可是大侄子的这买卖，实在是棘手。我亲自出马都没做成，不但伤了我的肩膀啊，还毁了我的金刀啊！曾老大，看见这把金刀了吗？啊，它是当年慈禧老佛爷亲手赐给他御前带刀侍卫的，金贵着呢。就我府上那些金刀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啊。它是我的命根子呀。哎，你看，他这一折呀，我这后半辈子我过得都不踏实了。哎，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刀要是御前侍卫用的，那慈禧太后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金刀独狼，我曾世洛还从来没有被人讹过，看来你是想做第一个呀。曾老大，你说这句话，就是打我老狼的脸了。我独狼呢，也是个爽快的人，啊，就佩服像你曾老大这样的汉子。好，今天我给你这个面子，这刀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不过别的事情上呢，你得给我让一步。这个朱一书啊，他可不是寻常的人物，他是个警察，惹上他呀，会跟我没完没了。这次啊，我舔着老脸来找你，就是为了让你给我说句公道话。我们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人，
哎，快活一天算一天嘛。就我那大侄子给我的那100块大洋的定金，就够赔我这把金刀。我这肩膀还受伤了，怎么着也得养养啊。你开个价吧。哎呀，在你曾老大面前，谁敢开价啊？嘿嘿嘿，这么着吧，把余下的算清就行了。大叔，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江湖规矩，你不懂啊！活没干好，还想要剩下的钱，你就不怕江湖人耻笑吗？哎呀，惹了像朱一书那样的警察，就没几天活到了，谁爱笑话谁笑话去吧。独狼，还没有人在天王谷耍了无赖，能活着走出去的。珍珠啊，我跟你说啊，我呢，不是想挖苦你，我是想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其实呢，你想赶我走，是因为你喜欢朱一书，怕我跟你抢，是吧？你胡说！妹子啊，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吧？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回我们家的货。本来吧，我是想请朱一书去我们家当总护卫的，哪儿想到他的脾气就像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那怎么办？我只好放弃了。我不许你骂我朱大哥，他哪里臭了？哎，行，我不说了，行吗？他是香饽饽，行了吧？哎呀，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继续喜欢你的朱大哥，我呢继续要回我的货，咱俩就别掐了，好吗？那你不许找我朱大哥麻烦，要不然我抽死你！你怎么又抡鞭子呢？我怎么会找他的麻烦呢？他不找我麻烦就好了。你放心，我是肯定不会主动找朱一书麻烦的。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哼，师兄弟相残，这不稀罕。稀罕的是呢，大名鼎鼎的曾老大被师弟害得家破人亡，还被关进了大牢里，自己没本事报仇，像个怂包软蛋一样的雇凶杀人。哎呀，今天啊，要不然咱们皆大欢喜，要不然鱼死网破。如果我今天走不出这儿，明天这事儿就会传遍江湖。你找死！老杜，金刀独狼，我今天算是领教你嘴上的功夫。不过你放心，你的钱我1分都不会少给你的。老杜，拿钱去。大哥，有些事儿，要么别干，要干就干利索点。你们两兄弟，第一次出手，就栽到这样的怂货手里，传出去，不仅伤了我曾石洛的面子，以后你们两个还怎么在这黄金商道这条道上混呢？独狼，有些钱有命拿，未必有命花。我曾石洛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朱一书的命，只有我曾石洛自己亲自去拿。如果有人爱管闲事，伤了朱一书的性命，那就是我曾石洛的仇人，天涯海角，我照样拿他的性命。大哥，珍珠，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你知不知道，朱一书为什么总把你当成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姑娘看呢？为什么？不知道。你看你，那么漂亮一个姑娘，整天跟个假小子似的，哪个男人看到你，会多看你一眼啊？可我一直就这样啊，我爹都没管过我。你爹把你当儿子养吧，这不对吗？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我就是觉得吧，女孩子就应该有女孩子的样子。这样的话，你喜欢的那个男人
就不会把你当男孩子看了，这样也不会嫁不出去了，对吧？可我就这样了，还能怎么办？这样啊，我们先一点一点的说。你这走路的姿势根本就不对。怎么不对了？这女孩子走路嘛，应该像这样，婀娜多姿。快学着学着，不能像你这样风风火火的，这样走出来不好看。你们蒙古的女人都这么走路吗？差不多吧。反正啊，我阿爸给我请过一个汉人老师，他跟我说，你们汉人的姑娘就得这么走路。所以啊，你得跟我学。可是我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能改得过来吗？可以的，可以的。你不相信，跟我学学试试。来，这样，走，好，婀娜多姿。手，这样，转过去。对，很好。注意手，注意手啊！哎呀，不学了，不学了！怎么啦？哎呀，我怎么连走路都学不会呀？我太笨了。好了好了，你肯定能学会的。从现在开始呢，你就这么走路，连续几天之后，你一定走得很好看的。还有就是，我觉得你这衣服不好看，我给你打扮打扮。对，打扮打扮。走，走喽，走，打扮打扮，走。我的羊，管什么羊呢还？哥，你说这个想要杀你的人得多不着调，才会派这个独狼来杀你？就独狼这两下子，肯定是开不出很高的价钱。他们肯定是没钱雇更好的杀手，所以才找他来杀我。哎，昨天报案的那小子呢？早溜了。不过我让小陈去了解了一下，那个小子确实进去过，他的话有一半是真的。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在东沟见过曾石洛，就不好说了。哦，他是个孤儿，人一跑，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很难找到。哼，一看这路子就是个老手，这小子手脚够麻利的。不过也是，就算以后咱们把他给逮着了，也很难制服他。就算你说他骗你，有什么证据？再说了，曾石洛没准儿还真的出现在了东沟呢。哎哥，你说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曾石洛干的？绝不可能。曾石洛曾经是我的师兄，这个人我很了解他。他性格比较孤傲，像买凶杀人这种事儿，他不会假手于别人。就算他真的想杀我，他也不会找独狼这种人。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是这么相信曾石洛吗？我信他。你信不信？现在如果我有危险，曾石洛第一个会赶到我身边。他会把我救了，哪怕救了以后再把我给杀了，他也不会轻易把我放在别人的手里。换了我也一样。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东海啊，那个齐少爷不是给咱们画了一张刀疤脸的画像吗？啊，你去查一下这个人。另外，金刀独狼的底你也去摸一下，这小子习惯耍滑头，哼，那咱们就好好的陪他玩一玩。来，贴上。走。来，贴什么呀？这是谁呀？这画是……你看，脸上有刀疤呢。是谁呀？来，太合适了。好。朱巡官就喜欢这个花。真的吗？这个真的好看吗？多合适啊！好漂亮啊！哎呦，太合适了。哥，有消息了。独狼住在县城锣鼓巷里，
这个独狼啊，只要有人肯出钱，他什么事都干。但很少有人见过他真正出过手，所以，在江湖上就被越传越邪，什么武功如何高啊！那天咱们也见过了，这个所谓的金刀独狼，其实就是个怂货。怂货就怂货吧，这种怂货只认钱也好办，只要把他抓过来一问就明白了。我倒想看看，这个想杀我的、想要我这条命的幕后人，到底是谁？好。好看，好看吗？当然好看了。珍珠，起来给我看看，怎么样啊？这太棒了，太美了，你知道吗？真的吗？去吧。就咱们几个人去，能行吗？足够了，咱们几个去都多。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啊，独狼那个怂货，哼，什么本事都没有，只会吹，顶多在上面撒把石灰。哼，不过你们要注意啊，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先去摸清情况。这家伙就善使阴招，背后里捅人，我怕你们到时候进去一不小心再伤到了自己，啊。哥，这谁呀？你们看，这是不是珍珠啊？哎，正是小女子。哥，撒石灰的来了。撒石灰的。你说谁是撒石灰的呀？珍珠啊，这谁把你打扮成这样的啊？琪琪格呀，他说我这个样子很漂亮啊。哎，你们笑什么笑啊？这不好看吗？好。没法看，不是，挺好看。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呀？你这要吓唬谁啊？哎，哥，嘴能妇人心的，这齐哥也太损了吧！不就是把衣服给抽破了吗？啊，你看看他把珍珠给糟蹋成什么样了！好看。齐齐哥，我跟你没完！哼！笑死我了！哎，你说那个朱一叔看到他那个样子，会不会笑死啊？小姐，你说咱们俩这么捉弄他，他会不会又来打你啊？琪琪哥，你给我出来，我打死你！去躲，快！快走！看我不打死你！琪琪哥，你给我出来！琪琪哥，跑哪儿去了你？你给我出来！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姑奶奶我就在这等你。老爷，这曾石洛是出了名的有仇必报啊！咱们今天惹了他，将来能善了吗？朱一叔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他，嘿，你以为我没想到吗？这曾老大杀了朱一叔之前不会找咱麻烦。这朱一叔要是咬上曾老大，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您是说让他们俩先掐起来？对呀，咱们现在回去啊，就是把曾石洛的老窝告诉朱一叔，让他们先掐起来。死了谁，咱们都少了一个对手。哼，天王谷这几个鸟人能把我怎么样？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天王谷虽然今非昔比，可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天王谷啊，没了曾老大，成不了气候。我那大侄子那可不是省油的灯。
那姓杜的根本拿不住他，反了是迟早的事儿。嘿嘿，到那时候，天王谷可就是我的了。走。东汉怎么样？谈得清楚了。好，小心一点。走。说，独狼在哪儿？和管家去收账了。收谁的账？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大哥，怎么样？独狼不在，不过我已经绑了2个厨子。如果他还不回来，我们只能去路上堵他了。好，走。兄弟们，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就送到这儿吧。大哥，你得让我们知道你在哪儿落脚啊！是啊，大哥。等我安顿好了，我一定会告诉你们的。大哥，那件事情是我糊涂，可我只是想帮你把仇报了。我心里有数。大哥，我知道你心里生我的气，可是你千万别跟我生分了。3年前，我为报家仇，杀了仇人，身负重伤，是大哥救了我的性命。我贾腾有生之年，绝对忘不了大哥的救命之恩。老三，你呀，是咱们天王谷众兄弟当中主意最多、脑子最活的人。你二哥带着这个家不容易，你要多多帮衬他。大哥，你放心。老杜，你做人厚道，做事仗义。我把天王谷交给你，就是把天王谷和诸位兄弟的性命和家当，全都交给了你。以后遇事，一定要跟老三你们多商量。曾世洛，拜托了。大哥，你要是想兄弟们了，就回来看看。弟兄们，多保重！驾！驾！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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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大哥！驾！快回去吧。别动！警察！别动！别动！冒充警察是吧？罪加一等。你拒捕才罪加一等。小子，你可看清楚了，狼叔这把刀可是当年燕子李三从皇宫后门顺出来的，是御前侍卫的佩刀。他不出鞘则已，出鞘便是血流成河。哎呀，我看你们识相点，从哪儿来的都回哪儿去，啊！看你们啊年龄还小的份上，
放你们一马。我要是不识趣儿呢？你是真逼着狼叔出手吗？你们谁想试试？来呀，来呀！我看你没什么本事吧，我试试。兄弟啊，你这刀都没淬过火呀，生铁片一个。哼，这是我的宝刀啊！这可是当年燕子李三从皇宫……行了吧你，从皇宫后门偷来的是吧？你小子还真够嘴硬的。东海，这要是把它煮个炖烂了，剩下最硬的一个地方，你猜是哪儿？嘴呀！哎呦！绑起来！是，起来，起来，快！成亲以后，我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好的，石头哥，我等着跟你一起过男耕女织的小日子。娇娇，等我把这件事情了了，我接你回到你爹娘那边去。到时候呢，我就在坟边盖个小屋，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团圆了，再也不分开了。大哥，大哥，大哥，你现在已经另择高枝了，大哥这个称谓我担当不起。大哥，你这是说哪里话？在我贾腾心里，你永远都是我大哥。什么？啊，那好，你帮我一个忙，我就相信你。大哥，有事你尽管吩咐，只要我能办到的，我绝无二话。你把四虎给我救出来。大哥，这个别说你帮不了这个忙。一个从天王谷出来的人，能够大摇大摆地走进监狱。贾腾，你投的新主子是个穿官衣的吧？大哥，这个吧，我还真不知道，我只认识焦亮一个人。你就说你帮不帮这个忙吧。哎，二哥啊，我不是不想帮这个忙，我是怕我能力有限，我帮不上啊。你认识个穿官衣的，就把兄弟们全忘了。大哥，要不这事儿这样吧，你们俩先别着急，容我考虑考虑。好，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你想清楚了以后，写一封信送到悦来客栈，交给掌柜的，就说这封信是留给一个姓柳的客人。贾腾，你要愿意帮我这个忙，你就是我曾失落的恩人。这件事结束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从此两不相欠。别耍花样啊！天王谷的规矩你可知道？知道，知道。走。
八哥。怎么还没动静？一点都没有。老爷，小姐这是怎么了？从京所回来就一句话也不说，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都这么长时间连饭都不吃。小姐不会有什么事吧？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走。好。把这儿发生的一切都忘了吧。你宁愿用生命去救我，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对。站住！干什么去？一定是朱一叔欺负他了，我找他去。回来！回房间待着，哪儿也不许去。阿八哥，阿爸，我们赶快走吧。好，琳娜，啊，快去收拾。是，老爷。吃药了啊！哟，后悔了吧？你什么意思？人在的时候你把人家往外推，人走了你又失魂落魄的。哎呦喂，你真不像个爷们儿啊！你懂什么呀你？被额尔德说了几句话，没脾气了吧？哎，额尔德这老爷子真是牛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可惜了齐齐格了呀，后半辈子得跟那个蛮牛一样的巴特过了。哎呀，哎，你冲谁发火呢你？行，你自己一个人待会儿吧，我再给你弄一碗去。阿爸，我额吉根本没犯病，对吧？我知道，你就是想让我跟你回去。你这是听谁说的？以后啊，不要再拿额吉的身体当借口了。我不想拿额吉的身体去开玩笑，我觉得这样不好。买风车吧您呢？啊，哎，先生，看看风车吧。哟，啊，哥哥你好，您是住店呢还是打尖啊？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留了一封信，我姓柳。哦，有，我给您拿。好，来给您。来，多谢啊！谢谢。大哥，加藤的信。
怎么样？他已经说服了他主子，把四虎他们押到城南张家大院，理由是防止我们劫狱。咱们什么时候动身？今晚12点。大哥，会不会有诈？有诈也得去。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四虎他们救出来。我就一个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要擒获曾世洛。如果你们当中谁能当场击毙曾世洛，他就是我们雁门的功臣。我程某会给你们申请嘉奖，雁门的百姓也会记住你们的恩德。不惜一切代价擒获曾世洛及同伙。还有一点你们要记住，不能扰民。是。下来，辛苦辛苦啊！这些人就交给你了。好，放心吧，保证一个也跑不了，把人带进去。好，快点，快点，走。那我们先走了。慢走慢走啊！走。去。大哥，咱们能这么轻易就相信他吗？他已经不是咱们当年那个三弟了，这么下去是不是太危险了？可是为了救四虎他们，只有这一个选择了。走，走。兄弟，我来救你了。我们走。别动！快！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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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世洛，你今天是走不了了。我不想待的地方，还没人留得住我们兄弟。贾腾，你为了讨好你的新主人，一点脸你都不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曾世洛，你怪不得我。曾世洛啊，他也是为了寻求一条出路啊。你们俩兄弟一场，你应该成全他。贾腾，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我曾世洛绝对不会放过你。曾世洛，你死到临头了还那么猖狂，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他怎么会在你手里？他妨碍了我的公务，攻击了我的警察，他死有余辜。程玉轩，原来是你害死了娇娇。我告诉你，今天有西域四杰来相助，你插翅也难逃。程玉轩，我杀你！
曾失落给我抓捕回来，快！是。快，这边！快，跟着我，快走！快，在那边呢，这边，这边！快，停住！快走！大哥，别管我，快走，大哥！跟我走！快走！追！哎，站住！手，手！拉紧了！老杜！大哥，快走！我不能丢下你！快走！老杜！你要活着，跟兄弟报仇！老杜！你们几个去那边！是，其余人跟我来！是，快点，快点，快！别人跑了！快点，快点，快点，快追！这边，快，快，快点！这边，快！亚当，别墨迹了，快走！就这么一群人，就连一个曾世洛都抓不住，一群饭桶！局长，你别生气，我这就去安排，让他们接着找。找个屁！你不用去找，现在是他找我的时候。他不是要杀了我吗？啊，替他老婆报仇，我会让他有来无回。从现在开始，你去安排，只要发现曾世洛，格杀勿论。是。二弟！都怪我呀！是我害了你，是我连累了你呀！你放心，我一定会安顿好你的家乡，你的在天之灵安心。加藤，我一定要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二弟的在天之灵。